大家好，我是将军最爱的 AI 主播李东基。影片正式开始前，为大家播报一则恶搞 freestyle， 纯属讽刺搞笑，非前世新闻，仅供娱乐。全体朝鲜同胞们，将军昨天开会又公布了新一轮的保吃保住名单，快来看看名单上有没有你。首先是将军3次视察的建筑工地，有些人很过分，竟然连小本本都不带。但是将军讲话时没有拿出小本本做笔记的都恭喜你们，习题5年保吃保住，福利있습니다。还有最近抓到的偷看南北그리고 한줄이那些在大街上穿牛仔裤的，你们不知道将军最讨厌穿牛仔裤的吗？将军从来不穿牛仔裤，你们是在炫耀自己的身材比将军好吗？这些人统统送进劳改营保吃保住，还有6、7年内也全部习题保吃保住，福利있습니다。最后，昨天开大会的时候，有人竟然站起来向将军提议，说什么将军可以退位了。하숙회 정진은 허로도 이제 안파하러 소정진在位这些年已经和平大江南北，退位后直接可以做到了。将军什么都不用干，光在 YouTube 收版权费就能荣华富贵，不比前去的差，也能餐餐天天去 YouTube。将军当场对他说，这个建议很好，可以下辈子再建议了。将军当场让他选择炮决还是全决，他说还是想保吃保住。将军说没机会了。将军也当场下令，以后在这片土地上只有他可以批判性地上 YouTube， 其他官员当然陪着将军上 YouTube， 连把吃保住的机会都没有습니다。将军当场痛斥，这种统治的思想已经完全被媒体腐蚀了。将军还说他坐在这个位置上并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全体朝鲜人民。因为他要是走了，那么朝鲜民就没有太阳了，人民没有太阳了，还能活得下去吗？所以说将军是多么伟大，为了让人们时刻有太阳温情的照耀，不辞辛苦。让我们感恩吧，感恩我们伟大的派头山的后裔습니다。2024年初，有从北韩流出的影像显示，2名16岁少年因观看韩剧而被公开审判，判处12年劳改刑。这是北韩当局制作的对内部居民的思想教育视频，其中还有因穿着与发型模仿韩剧风格而被揭发的平壤女性形象。北韩当局在2020年12月制定了严格的反动思想文化抵制法，该法规定韩国视频传播者将被处以死刑，而观看者最多可被判处15年劳改。图书、歌曲、照片也包括在其中，甚至还有使用韩国口音或唱法将被处以2年劳改的荒唐条款。此前，北韩就对30多名中学生进行过大规模公开审判，罪名是观看韩国脱北团体向北韩投放的反朝宣传气球中携带的 U 盘内的韩剧，还有那些捡起从南韩一侧飘向北韩的塑料大米瓶做饭的部分居民也都被处以劳改。这些没有被公开处刑而活着的北韩人都会被打成叛徒阶级，投入分散在北韩各地的政治劳改营。金氏政权从来都不承认北韩有政治犯集中营存在，而像北韩这样集权独裁国家必定有政治犯存在，且绝不在少数。之所以外界看到北韩画面里都是人们在高呼3胖万岁蹦蹦跳跳，是因为那些胆敢反对太阳的都已经被送去劳改营包吃包住了。实际上，北韩政治犯集中营对外有一个冠冕堂皇的名称，叫做农场管理处，其实就是对政治犯们进行所谓的劳动改造，也称作政治劳改营。而负责监管政治犯集中营的北韩国家安全保卫部的名称其实是农场监察局，这是为了对外界隐瞒北韩有政治犯集中营的存在。北韩甚至还将这些政治犯劳改营伪装成普通村庄，以躲避卫星侦察。从卫星图看，北韩的政治犯集中营根本不是监狱的形式，外形看上去就是普通的山区农村。他们坐落在广阔的深山老林中，周围环绕着高耸崎岖的大山与常人难以跨越的河流，以此形成天然的屏障，防止劳改营中的犯人逃跑。
北韩的政治劳改营对于生活在北韩的人来说，都是一个神秘的地方，就更不要说外面世界的人了。外界只能从卫星掠过北韩上空所拍摄到的影像中，亲眼目睹其存在，或者从劳改营中逃脱的极少数脱北者口中听说。而从脱北者口中传出关于劳改营的描述中，充满着酷刑、饥饿与死亡，犹如人间地狱。那么，你肯定会好奇，北韩的政治劳改营到底是个怎样的地方？里面关押着什么样的人？他们又到底过着怎样的生活？从中侥幸逃出的人，他们的经历又如何？下面就快订阅 Zero 档案，这期影片 Zero 君将带你一窥在层层伪装下北韩政治劳改营的真实面目。1948年，金日成在苏联的支持下建立北韩共产党政权，为巩固自己的权力，金日成模仿苏联古拉格劳动营模式，创建了北韩的政治集中营。北韩政治集中营的前身是在韩战期间北韩设立的战俘集中营。战争期间，北韩加剧对敌对分子的打击，战后集中营进一步扩展，关押被怀疑为南韩同情者或反革命分子的人群。这些集中营不仅用于惩罚，还通过强迫劳动和思想改造，试图将囚犯转化为忠于政权的劳动者。其实在1946年朝鲜劳动党成立后，金日成就开始通过党内清洗和镇压异己，针对反对派，如亲中亲苏派系、地主、宗教人士。在效仿苏联古拉格政治犯监狱建立北韩政治劳改营时，金日成受到了苏联的大力支持，如斯大林派出的驻北韩大使斯季科夫，在1948至1950年间为金日成提供军事和政治建议，包括如何处理反对派和建立拘留设施。金日成利用集中营系统来关押被清洗的派系成员，如延安派的崔昌义、金斗凤以及国内派的朴宪勇。这些人被指控为反党宗派集团或美国间谍，许多被送往集中营或处决。到了1960年代，金日成巩固个人崇拜独裁体制，集中营体系逐渐制度化，成为镇压潜在威胁的常规工具。集中营分为完全控制区域和革命化区域。被分配到革命化区域的囚犯会被教授金日成和金正日的意识形态教育，进行精神改造，给予囚犯一丝希望。但即使获释，也会成为敌对阶级中最底层的阶层，受到监视，工作和出行都会受到限制，直至死亡。北韩安全部门也会劝说人们行贿，以换取他们不愿意去政治犯集中营的自由。常有报道称，一些富人在调查过程中行贿后得以逍遥法外，他们或在叛逃过程中被遣返，或在观看韩国录像带时被捕。而一旦你被打入完全控制区域，在这里没有任何意识形态教育，仅教授基本生存技能，因为这里的囚犯被视为动物，只为劳动和生存而存在。北韩还独创了3代连坐的政策，将政治犯的直系亲属，也就是父母、子女、配偶连带惩罚，大幅扩大囚犯规模，旨在通过集体恐吓遏制反叛。集中营内条件极为恶劣，囚犯被迫从事采矿、伐木等繁重劳动，食物匮乏，医疗缺失，饥饿、疾病和酷刑导致高死亡率。据北韩最高级的脱北官员、曾经的北韩2号人物黄长业先生所述，最开始北韩的劳改营专门用来关押被划为敌对阶层的群体，其中包括解放后被视为威胁的基督教徒、亲日派、反对金日成政权的反党反革命分子，韩战后协助国军的治安队成员及其3代亲属，60至70年代在权力斗争中失势的干部，反对金氏政权世袭的人士。有脱北者讲述自己的祖父仅因在酒桌上说了一句从金日成到金正日的继承像是封建主义，就被连同全家3代送往耀德收容所。据说有些人因为说金日成脖子后面有个肿块，或者因为国营商店里没有商品而说这真的是社会主义国家吗？就会被关进去。就连没有把领袖的肖像擦干净，上面沾有一些灰尘，也都会被抓进去劳改。近几年还出现了公开审判偷看韩剧和传播韩剧的青少年，他们最轻都会被处以10几年的劳改刑罚。
等到1994年金日成去世后，金正日接掌政权。1990年代中期，北韩因苏联解体后失去支援而经济崩溃和严重饥荒，进入苦难行军时期，数百万人死亡。集中营被用来隔离因陷入经济困境而对金太阳政权不满可能反抗的人群，特别是试图逃往中国或南韩的脱北者。被抓回的脱北者通常面临集中营监禁或处决，这段时期的集中营数量和关押的人数急剧攀升。金正日还通过多次党内清洗来巩固权力，集中营成为消灭政治对手的利器，据说有约10万党员丧生。于是北韩政治劳改营从一开始只是关押不忠于太阳的政治犯，到了苦难行军后，任何抱怨吃不饱穿不暖的人都被当成了不忠于二太阳的政治犯，被关进劳改营。而其实这时的整个北韩也都已经成了一个大型的劳改营。随着脱北者人数增加，他们的证词揭露了集中营的恶劣状况，引起国际社会关注。联合国等人权组织开始调查，但北韩始终否认集中营存在。2011年金正恩上台后，集中营体系继续运作并有所调整。卫星影像显示，部分集中营如耀德第15号营在2010年代规模扩大，设施升级。据报道，在2021年之前，北韩劳改营中至少有23万名囚犯，这相当于同期北韩约2600万人口的 0.9%， 也就是每100个北韩人就有1个人被关在劳改营里。截至2025年，北韩仍有5至6个主要政治集中营，关押人数估计在8万至12万之间，甚至更多。金正恩加强对中朝边境的控制，修建3层围栏以防止人员外逃，被抓回的脱北者及精英阶层意见者面临更严厉惩罚，如终身监禁或处决。尽管国际社会通过联合国报告、脱北者证词和卫星影像持续施压，但北韩仍拒绝承认集中营的存在。北韩的政治犯集中营目前至少有5个仍在运作，他们分别是：甲川第14号集中营，位置平安南道开川郡，平壤北约40英里，规模约155平方公里，关押人数估计15000至5万人。条件：完全控制区，囚犯终身监禁，无释放可能，涉及矿业、纺织和农业劳动。食物配给约700克每天，无床铺，衣物每6个月一次。被关押人员、政治犯及其家属，包括批评政府者、与南韩有联系者。耀德第15号集中营，位置咸镜南道耀德郡，平壤东北方向约68英里，规模约375平方公里，关押人数估计5万人。条件包括完全控制区和革命区，囚犯从事石灰石开采、农业和工业生产。食物配给成人600克玉米，儿童300克，40%死于营养不良，3%至4%死于事故。被关押人员、政治犯及其家属设计连坐制，分布于5个山谷。华城第16号集中营，位置咸镜北道华城郡，平壤东北约385公里，规模未知，但研究显示与核试验场相关。关押人数约2万人。条件完全控制区，涉及水电和轻农业。被关押人员、政治犯包括可能与和计划相关的劳动者。北仓第18号集中营，位置平安南道北仓郡，与价川集中营相对，规模约72.5平方公里，关押人数估计3万人。条件由人民保安省管理，囚犯从事煤炭开采、砖瓦和水泥制造，食物配给300至900克每天，无床铺，工作服每年一次。被关押人员、政治犯及其家属逃跑尝试可能导致公开处决。青金第25号集中营，位置咸镜北道青金市苏城，规模约1平方公里，关押人数约5000人。2009至2010年围栏扩大72%。条件完全控制区，囚犯从事农业、畜牧和家具制造，长期囚犯可能单独监禁。被关押人员、政治犯包括从其他集中营转移的囚犯，还有像之前的会宁22号集中营、庆城11号集中营、元山12号集中营等，
总计约12个营中部分已关闭，囚犯可能被转移至其他营。北韩劳改营内的真实情况，就连北韩普通人都很难了解到。那么对于外面世界的人而言，除了能从太空中拍摄的北韩劳改营卫星照片直观地看到劳改营以外，要想了解里面的真实情况的途径，就只能是来自脱北者们的讲述了。而比起许多曾被关押在劳改营中的囚犯脱北者，对劳改营的情况了解的最详细的，莫过于那些曾经担任过劳改营中狱警的脱北者了。安明哲就是曾经在多个北韩劳改营内担任过狱警的脱北者。他于1969年2月出生于咸镜南道洪原郡，是父亲安庆植和母亲金福实的长子。他在国家安全部警卫队服役约8年，最后的军阶是中士。他的父亲安庆植是洪原郡一家粮食配送中心的党委书记。他在艰苦行军期间对北韩的粮食分配制度发表批评言论后，被指控违反党的政策，不服从金日成的指示，喝碱液自杀。在父亲死后，他感觉到了连坐罪名的迹象，于1994年9月17日叛逃，定居韩国，并揭露了北韩的政治犯集中营。1987年，19岁的安明哲入伍担任政治犯集中营的看守。由于父亲曾担任党委书记，这支部队被认为是一支优秀的部队。在接下来的8年里，他先后在咸镜北道中城13号集中营、会宁22号集中营和平壤城湖区26号集中营工作，亲眼目睹了政治犯们艰苦的劳动、饥饿的生活以及如同牲畜般的生活。囚犯们居住在用泥土和砖墙搭建的简陋房屋中，在寒冷的冬天，室内温度可低至-20度，天花板透风，甚至能看到星星。囚犯仅靠铺在地上的干草和薄被取暖，难以抵御严寒。囚犯们穿的是用主体纤维，也就是类似尼龙带材质制成的合成衣物，这种衣服每洗一次就会缩水一半，变得破烂不堪。衣服最短也是每半年才会发一次新的，有的甚至1年才会发一次衣服。在劳改营内，囚犯的食物极为匮乏，一天只发放让你饿不死的500克左右的粮食，所以营养不良是普遍存在的情况。有些脱北者的讲述中提到，收容所的猪饲料如豆渣甚至都比囚犯的饭菜更有营养，因此许多人冒险偷吃猪饲料，结果被发现后遭到毒打和酷刑。安明哲曾回忆道，发放的粮食数量很少，他们只给囚犯足够的食物，让他们吃饱不至于饿死。他们让他们尽可能多的工作。有时这些政治犯会从牛粪中取出未消化的玉米粒，用水冲洗后再吃。孩子们会捕捉蜻蜓、蚂蚱、蚯蚓，甚至松树皮里的虫子作为蛋白质来源。还有脱北者在讲述时提到，1966年英格兰世界杯进球的朝鲜球员朴胜金因被指控为间谍被送入收容所，靠吃蟑螂和老鼠为生，甚至因此得名蟑螂。进入收容所的前3个月是关键期，多数人因无法克服营养不良而死亡。末期营养不良者形如枯槁，臀部肌肉完全消失，身体仅剩皮包骨。管理方通过检查臀部是否能放入拳头来判断囚犯的存活可能性。除了有很大可能会饿死的风险以外，劳改营内的囚犯还要干非常繁重的劳动。囚犯被强迫从事高强度劳动，如开采煤矿、种植农作物、生产冷冻机和光学镜头等。例如在14号架川收容所关押着大约 3.2 万人，主要从事煤炭和农业生产。脱北者朴金玉上在证言中说，他在18号收容所从事采煤和农业劳动，女性需承担高危工作，如爆破和运输煤炭。他曾因矿车事故受伤，鲜被截肢。不仅要承受繁重的体力劳动，囚犯们随时还会被狱警和看守殴打。在劳改营中，囚犯遭遇刑罚都是家常便饭，有一种被称为鸽子酷刑的刑罚尤为残酷，囚犯被反绑，双手吊起24小时，导致肩膀脱臼、胸部突出，身体极度痛苦。一些很小的违规都会成为被毒打的理由，比如偷吃昆虫，甚至会公开处决。劳改营里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公开处决，逃跑者被抓回后，
通常被自动步枪射杀，若未当场死亡，士兵会用手枪补射头部。有讲述者回忆，目睹这样的场景令人毛骨悚然，连儿童也不得不观看。囚犯被视为非人，没有公民身份，甚至被教导命不如一车煤炭。管理者和警卫受训将囚犯视为猪狗，杜绝同情心。安明哲在接受采访时回忆，他在新兵训练中被教导说，你可以殴打、射击，对政治犯为所欲为。安明哲说那是来自金正日的指示。按照这个指示，如果任何囚犯逃跑或反抗，就可以开枪打他们，如果他们不听话，也可以打他们。如果有哪个看守因为同情而不打他们，就会被领头的警告说，你是在可怜他们吗？所以即使有同情心的看守也会无缘无故地挑他们的毛病，打他们。安明哲在回忆录里写道，他亲眼所见有2名囚犯被当作医疗试验小白鼠，一个是25岁的金福南，原平壤市保全委员会委员，被集中营的一名医生强迫做手术，导致失明。还有一个是35岁的金庆灿，他的父亲是军官，也被迫做了阑尾切除手术。北韩的实习医生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在劳改营中的囚犯身上做实验，来学习做手术的技巧，积累经验。劳改营里一到冬天，因寒冷和营养不良导致死亡率激增，而由于冬天的土地冻结难以挖掘，尸体会被草草掩埋。到了春天，尸体常因地表解冻而浮出，散发出恶臭。每年春季，囚犯被迫清理这些尸体，重新埋入集体墓地。每个收容所设有所长、政治部、保卫科、管理科、后勤科等部门。保卫科负责处决和秘密调查，管理科监督生产，后勤科负责物资分配。为了让囚犯们自己监控自己，劳改营还设立了内部告密机制。劳改营内实行5人组制度，每5人中2、3人可能是国家保卫部的秘密线人，互相监视，营造恐怖氛围。任何异常行为，如墙上涂鸦或外来者出现，都会被迅速举报。小组内会指派1名负责人，负责管理其他的政治犯。据说，有些负责的政治犯为了讨好保全和警卫，让自己在营里的生活更舒适一些，对待同囚非常残忍野蛮。劳改营周围布满电网、陷阱和地雷，逃跑几乎不可能。夜间10点后实行宵禁，任何移动均被视为逃跑，立即遭到射杀。在脱北者的讲述中，有1名囚犯因夜间捕鼠被误认为逃跑而被射杀。脱北女性林慧珍曾经在北韩的劳改营中担任过狱警，她后来因为在中国做买卖被抓，自己被关进了监狱，后来逃出了北韩。她在接受采访时也曾说，我们受到操纵，不会对囚犯有任何的同情。我们被告知他们犯了可怕的罪行。现在我知道他们是正常的人，所以我感到非常内疚。林慧珍所在的第12营靠近中国边境，那里是一个有围栏的农场，种植玉米和辣椒。她从17岁的时候在那里工作。那里被关押的人包括失事的高官。卫兵们每周有2次洗脑会，当局告诉他们不要把那些囚犯视为人类。他说，即使一个警卫开车压过了一个小孩，也不会受到真正的惩罚。他工作过的2个监营里，被关押的大多是妇女和儿童。他说，如果是健康的男性，会被送到煤矿那里当作随时可以被抛弃的劳工。许多人因此而死亡。其中的1名幸存者曾告诉他，由于疲惫的囚犯们24小时的劳作，采矿和矿山经常发生事故。在一次瓦斯爆炸的事故中，300人失去了生命。但警卫们只是关闭了那些隧道，以阻止火焰和气体蔓延，当时里面还困着人。据称还有数百人在万塔山为测试核武器挖掘了巨大的隧道，及事后清理受核污染的厂址后，因遭受巨量核辐射而死亡。他还回忆说，在劳改营里有2兄弟设法逃离位于北韩山区大规模集中营。几星期后，警卫和囚犯们被下令集合，看着那2人被拖回铁丝网里，2人的身体饱受折磨。他们是在中国被抓的，然后被中国方面送回到北韩。作为报复，被抓回的2兄弟在大家的面前被处决，他们的7名家庭成员也被当场杀害，
以此来警告其他囚犯们不要逃跑。之后，其他囚犯还不得不向他们扔石头。然而，这只是脱北者林女士作为狱警的7年当中所见的许多恐怖事件之一，其他的还有包括常规性的杀戮、酷刑和强奸政治犯，囚犯们都被宣传成国家的敌人，不能被当作人。他还回忆，有一名妇女在审讯期间惹恼了一名警卫之后，被扒得赤身裸体，任意点火来烧。男卫兵还会通过他们的权力来凌辱监营里的妇女，而犯人却没有说不的权利。如果被凌辱的女囚犯怀孕了，他们就不得不堕胎或被注射死亡；如果已经出生，那么婴儿会被殴打致死或活埋。监营里还会有奖励婚姻，监营的头头们会给表现好的模范囚犯挑选一名伴侣，让他们繁衍后代，以鼓励他们更卖命的工作。而在监营里出生的孩子会继续一辈子作为囚犯待在劳改营里。在劳改营中，最惨的就是那些一出生就在劳改营里的人，因为如果你出生在北韩的劳改营里，那么你天生就是一个罪犯。出生在北韩劳改营的脱北者申东赫就是这样一名天生的罪犯。申东赫出生于1982年或1980年，具体日期不确定。申所在的14号劳改营属于完全控制区，它建于1959年，位于平安南道的架川，这里关押着大约 1.5 万人。这个劳改营长48公里，宽24公里，整个营地设在山谷里，两侧山岭陡峭，沿山谷而建的是一些农场、矿山和工厂。申和他母亲居住的区域是劳改营中条件最好的，他们有自己的房间，不过是直接睡在水泥地上。他们还与另外4家人共用一间厨房，每天供电2小时，没有床、椅子或桌子，也没有自来水。如果申的母亲每天完成工作定额，他就能带回家一些食物。早晨4点钟，他会为自己和申准备早饭和午饭，每餐都一样，玉米粥、腌白菜和白菜汤。申总是吃不饱，母亲刚刚出门去工作，他就会把午饭也吃得精光，他还吃掉母亲的那份。当母亲在正午干完活回家时，找不到吃的，就用铁锹暴打他。申的母亲名叫张慧静，她从未告诉过申自己的过去、家庭以及他为何被关进劳改营，申也从没问过。他能有这个儿子，完全是看守们安排的结果。劳改营中存在一种奖励婚姻，看守们选择他与那个后来是申的父亲的男人作为彼此表现良好的奖品，结为夫妻。单身男女按性别分别安置在不同宿舍。第14号劳改营的第8条这样规定：任何人未经许可不得有性接触，一旦违反，格杀勿论。奖励婚姻是唯一不受禁欲条款约束的方式。看守们每年公布4次奖励婚姻。如果官方安排的配对一方认为对方太老、残暴或者丑陋而无法接受，看守们有时会取消这种婚姻。一旦被取消，涉及的男女任何一方以后均不再有结婚的机会。申的父亲申归东曾对申东赫说，他能娴熟地操作车床，作为报酬，张被许配给他。结婚后，夫妻可以连续5晚同床共寝。然后，申的父亲每年只能有几次探亲的机会。他们的大儿子申锡根生于1974年，申东赫在8年后出生。兄弟2个几乎不相识。申4岁时，他哥哥就住宿舍去了。看守告诉孩子们，他们因为父母犯下的罪而成为囚犯，但他们可以通过努力工作、服从管教并告发自己的父母，洗清自己生就的罪恶。申东赫回忆，劳改营里面也有学校，但那里没有实际的课堂教学，而是被分配到体力劳动，包括除草、收割和搬运粪便。另一名前囚犯康哲焕也曾回忆，他在10岁时被迫每天搬运30公斤重的土袋30次，如果稍有失误会被教师用棍棒殴打。他还目睹了一起土堆倒塌事故，造成3名儿童死亡，3名受伤。申的老师是个看守，身穿警服，屁股上挂着一把枪。1989年6月的一天，他突然对这些孩子搜身，结果他在一个瘦小的女孩身上查获了5颗玉米粒。在申看来，
那个小女孩像仙女那样美丽。老师命令这个女孩走到教室前面，然后让她跪下。他挥动着教棍，朝着她的头部不停地击打。申和他的同学们默默地看着，他头上鼓起了包，血流满面，然后倒在地板上。申和他的同学一起把他抬回了家。就在那天深夜，他死了。申的学校边上是面山坡，上面有条标语：服从一切禁令。他被下了劳改营的10条禁令，至今仍能复述。14号劳改营第3条中的第3项规定，任何偷窃或藏匿食物的人立即处决。也就是说，在他从小接受的教育给他灌输的思想中，申东赫认为小女孩被惩罚是正当的。据申东赫回忆，在他13岁那年的某一天，他在无意中听到了自己的母亲和哥哥计划逃跑。当时偷听到这个消息的他非常生气，母亲居然为了哥哥让他承担巨大风险。因为每个囚犯都知道14号劳改营的首条禁令中的第2项，任何逃跑行为的目击者，如果不向当局报告，将被立刻处死。他同时对哥哥每次回来都能吃到米饭而心生嫉恨。于是，身在劳改营环境中获得的第2本能占了上风，他必须向看守举报。在那种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他，已经没有正常的善恶是非判断能力，告密被他看作是理所应当的行为。在申东赫向劳改营管理者举报后，导致其母亲和哥哥被逮捕，并于1996年被处决，母亲被绞死，哥哥被枪决。这次事件对申东赫的心理造成了深远影响。他最初认为他们罪有应得，但后来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如果能回到过去，他希望能向他们道歉。这次背叛也让他遭受了4天的酷刑，包括被火烧和用钩子吊起，留下了永久的伤疤。后来，申被派到养猪场，在这里，他可以把玉米、洋白菜和其他蔬菜当零食吃，有时还能睡个午觉。在农场一直干到20岁，申相信自己找到了今生的归宿。但在2003年3月，他被转派到服装厂工作，那里有上千名女工缝制军服，每天工作12小时2班倒。申的工作是维修他们用的脚踏式缝纫机。2004年夏天，他在搬运一台缝纫机时，机器不小心掉到地上摔坏了，无法修复。由于缝纫机被认为比囚犯的生命还宝贵，于是工段长抓住申的右手，砍掉了中指上的2节，以示惩罚。虽然如此，到了10月份，厂长命令他辅导一个新来的重犯。申的任务是教朴永哲如何修理缝纫机，并成为他的朋友。申被告知必须一字不差地监视汇报朴的言论，包括他自己的过去、参与的政治活动和家庭方面的情况。而就是在与这位新来的犯人朴永哲的交谈中，已经被囚在劳改营20多年的申东赫打开了另一个世界。从朴的口中，申第一次知道平壤在哪里。平壤就在这个劳改营的南方，距离大约50英里，是朝鲜的首都，那里住着国内权力很大的人。朴说他在那里长大，然后去东德和苏联留学。回国后，他负责管理一家跆拳道训练中心。他接着描述营区外的生活，包括钱、电视机、计算机和移动电话等。他还告诉申，世界是圆的。朴讲述的大部分内容都让申很难理解、相信或者关心。最能引起他兴趣的是美食，因此他不断追问这方面的内容。朴就向他解释中国、香港、德国、英格兰和前苏联在鸡肉、猪肉和牛肉的烹制上存在的哪些做法。申完全沉醉于美食的想象中，他做出了也许是平生第一宗出自内心的决定。他选择了不去告发。他也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那就是与朴一起逃离14号劳改营。申东赫决定逃出那个他从出生以来就待了整整20多年的劳改营。2005年1月2日这天，是他与狱友朴永哲计划出逃的日子。从2004年12月开始，申东赫就想着逃跑。申又在12月底得知，他们这个维修小组将在次年的1月2日去铁丝网附近的山上捡树枝并收集木柴。那时的申就与朴计划起了出逃。他们的计划很简单，
听起来太过于乐观且疯狂。申负责想办法闯过电网，而朴则负责带路逃往中国，然后在朴的叔叔帮助下转去韩国。在与朴说出自己想逃跑的想法之前，申非常害怕朴会去告密，每天寝食不安。他害怕自己也会像母亲和哥哥那样被枪毙。但是朴听后表示非常赞成，但在劳改营里待太久，看过太多告密的申还是非常担心。但是无法抑制的兴奋战胜了恐惧，他对外面的世界充满了向往。从那以后，每天一起干活的时候，他们便不停地悄声细语，谈论着在中国正等待他们的饕餮大餐。申从狱友那里偷来一些衣服，然后静待时机。机会来了，过年时厂里难得放2天假，他去见了自己唯一的亲人，自己的父亲最后一面。他非常清楚，一旦狱警们得知他已逃跑，就会找到他父亲，然后把他关进地下监狱。1月2号清晨，申、朴以及其他25名囚犯出发去山上干活。他们几乎到了接近海拔大约300多米山顶的位置，正值冰天雪地的季节，雪非常厚，人踩过的脚印很容易被发现。警戒塔在铁丝网北面不远处，看守们端着自动步枪在内侧巡逻。申注意到巡逻的间隔很长，申和朴决定等到天黑再行动，那时狱警们会很难追踪他们在雪地上留下的足迹。在4点时，他们开始一边捡着树枝，一边悄悄向铁丝网那边靠近。申发现他们面对的是3米多高的高压电网，来不及过多的思考，他们2人朝电网边上跑去。朴首先试图屈身钻过最下边2根铁丝之间的空隙。很快，申看到闪烁的电火花，同时闻到一股肉烧焦的味道。等申缓过劲来，就发现朴已经一动不动了，他的身体压在下面那根铁丝上，撑大了电网间的空隙。此时已不容一丝犹豫，申快速跑过去，爬过朋友的躯体。在他即将全身通过电网时，他的双腿从朴的躯体滑了下去，碰到了高压线。他爬过去之后，朝着山下狂奔，大约跑了2个小时。他没听到警报声，没有枪声和喊叫声。他喘息稍定，便注意到裤腿外黏糊糊的。他卷起裤腿，看到了血，这才知道自己被严重烧伤。逃出后，申东赫找到了一套军服，并靠偷窃食物维持生存。他非常清楚接下来面临的是什么，他早就从死去的朴口中知道，逃出劳改营后并不是结束，劳改营外面的北韩只是一个更大的劳改营而已。他的下一步是脱北。他在2天内卖掉了偷来的几斤大米，换取了饼干和香烟，并用这些物品贿赂了中朝边境的守卫，成功穿越图们江，逃到中国。最终，他于2006年抵达南韩。他在南韩生活了2年，作为一家美国人权组织自由朝鲜的代表，后来前往美国生活。他的经历被记录在2012年出版的书《逃出14号劳改营》，但2015年他修正了部分细节，承认了一些不准确之处，主要是地点和时间的错误。他并非在14号营度过整个童年，他在6岁时被转移到18号营，并在那里生活了多年。他曾经分别于1999年和2001年2次试图逃到中国，但都失败了。酷刑发生在20岁而非13岁。这些修正是因为北韩2014年发布的视频《谎言与真相》，此视频中包括了与申父亲的访谈，其中反驳了一些申东赫回忆录中的错误。北韩无疑是想利用申东赫回忆中的纰漏这一点进行放大宣传，称申东赫是骗子和寄生虫，以此来削弱他们的可信度。尽管有争议，专家认为他对于劳改营内残酷真相的核心描述是可信的，他的伤疤如烧伤和手指部分被切断也都支持这一点。而申东赫之所以改变了事件的时间和地点，也是出于想保护自己的家人，并隐藏自己的羞耻。在北韩劳改营里，想要逃离的不仅只有里面的囚犯，还有良心发现的狱警。曾经担任过数个劳改营的狱警安明哲的逃亡经历也非常惊心动魄。安明哲说，他以前和其他狱警一样，经常殴打政治犯，
但自从他成为司机，与政治犯有了更多接触后，他对政治犯的感情发生了变化。他慢慢的觉得，那些被宣传成十恶不赦、不被当成人的阶级敌人，在他的眼里开始变得像人一样了。安明哲开始有逃跑的念头，是在1994年，正值北韩的苦难行军大饥荒时期。安明哲回忆，当时咸镜道的粮食供应情况非常糟糕，许多人都饿死了。我父亲在粮食供应处工作，偷偷地把玉米送给了那些需要食物的朋友和邻居。据说当时检查组来检查，还指责我父亲是小偷。1994年4月的一天，安明哲所在的部队接到电报，说他的父亲过世，要他回家。休假的安明哲回到家，眼前的景象让他难以置信。家里的房子已经塌了一半，母亲已被公安部门带走1个月。12岁的妹妹独自一人守着倒的窗户破碎的房子，甚至没去上学。1994年的艰苦行军开始后，人们大量饿死，干部们忙着抢粮食。国家派人下来检查后，干部们把所有责任推到安明哲身为粮食局党委书记的父亲身上。他的父亲喝醉酒后怒道：“没米是官员的错吗？是国家的错。”这份报告被提交给了国家安全部。在接受国家安全部调查期间，他无法掩饰内心的怨恨。有一天喝了碱水，自我超度。在当地，自渡被视为对体制极度不满的反动行为。于是，母亲被国家安全部带走。他们还3次挖开安明哲父亲的坟墓，并进行尸检，以确定是否是自杀。安的父亲去世后，那些一直审查他的人说他违反了党的政策，所以他们把安的母亲关进了集中营，还把他的弟弟也带走了。这下，安明哲突然从集中营警卫员变成了政治犯。后来，安明哲曾与干部们见面，寻求协助。然而，他得到的回应只有"有其父必有其子，你活不下去"等冷冰冰的话语。安明哲从此被打上了叛徒之子的标签，沦为了叛徒阶级。劳改营军官和其他看守开始严密监视他。意识到自己也即将被关进劳改营后，他最终决定逃离北韩。1994年9月17日星期六深夜，就在值班警员们为了即将到来的休息日而高兴地放松警惕的时候，安明哲却偷偷溜出军营，开始执行他几天来一直在酝酿的脱北计划。此时的他是军队的一名卡车司机，为了防止被追车，他首先切断了除自己驾驶的车辆外所有车辆的油管，然后他借着给班长过生日出去买酒的理由，提前通知少将。而在这之前，他已经溜进军械库，把所有枪支和手枪都取出装上车。发动汽车时，已是凌晨2点左右。车上还有2个被俘虏的兄弟姊妹，他想带他们一起叛逃，但由于他们过于害怕，最终没有同行。而当安明哲开车来到哨所时，安明哲却被拦了下来。他没有时间犹豫，径直冲过栅栏。焊接的铁栅栏被撞断裂，他驶向与中国交界的图门江方向。他花了15分钟跑完了通常需要40分钟的路程。来到江边的他身着中式军衔，手持30发子弹的 AK-47，腰间挂着3个弹匣。他肩上的背包里装着6支装满子弹的军用手枪和弹匣。他一到河边就跳了下去。然而这是一个错误，河水通常只到腰部，他一直留意着，但由于雨季刚结束，水位上升，他突然被急流卷走。一时模糊的他扔掉了步枪，卸下了弹匣。经过一番挣扎，他只抱着背包，艰难地在急流中挣扎着，最后才勉强靠岸。但他却发现这里不是中国，而是北韩。他从背包里掏出留作应急粮食的米和作为证据携带的一捆照片，丢进了河里，又丢掉军装，脱掉鞋子，只穿着内衣，背着装有6把手枪和弹匣的背包，再次跳入河中。他以为追兵在不远处，顿时感觉到一股超人的劲儿。幸运的是，这次他终于踏上了中国领土。他穿过马路，站在山坡上，回头一看，数百盏手电筒和狂吠的军犬正在图们江对岸搜寻。逃到中国后，安明哲用身上的5把手枪从一个男人那里换取了物资和车票，只给自己留下1把手枪，
准备被抓到之后自我超度。最后，他在吉林一位好心的朝鲜族华人的帮助下，联系上了韩国驻哈尔滨领事馆，并在叛逃1个月后进入韩国。1997年，安明哲进入首尔广金区的建国大学学习，后来与一名韩国女子结婚生子。他目前担任北韩观察组织代表和北韩民主化委员会秘书长。在他逃亡成功后，北韩还发布虚假宣传称，安明哲是因为在军事基地附近抢劫而受罚后叛逃。当然，这完全是谎言，因为安明哲的受罚时间、刑期等资讯均未披露。其父亲自杀的原因也被捏造为因盗窃国家粮食被调查时感到恐惧，这也当然都是北韩为了掩盖政治集中营存在而编出的无耻谎言。事实上，由于安明哲是最亲眼目睹北韩政权暴行的人，所以更令人惊讶的是，当看到某些脱北者爆料的有关北韩的夸大信息，如基督教信徒被弹弓处决论、1976年海州暴动大屠杀论等后，他还站出来表示质疑。他还曾对申东赫的经历一些细节表示怀疑。当然，北韩的政治劳改营中已知的真相已经足够展现其邪恶了，并不需要再编造一些谎言来对付谎言，那只会让邪恶之人抓住把柄，进行无耻的反击抹黑。如今，虽然申东赫与安明哲等脱北者已经从北韩的政治劳改营中逃出来了，但是他们仅仅是北韩政治劳改营中关押的数十万中的几个而已。此时此刻，遍布在北韩山沟中的政治劳改营里，依旧还有数十万囚犯们在遭受折磨，而他们所谓的罪行，或许就是在吃不饱的时候抱怨了一句“三将军最近为什么又长胖了”而已。